街上有毒，你快走，别管我了。现在不是杀你情深意重的时候，你真的会没命的。无法，这世上非我不可之事本也没有什么，但你，我究竟……我伤口疼。想把我打晕，然后自己去送死是不可能了。要么我们一起逃出去，要么我陪着你一起等死。我不会感激你的。如果想被你感激，就不会选择陪在你身边了。那么太时长，我们试着活下去吧。小疯子，离了老头我被打得这么惨吗？老鬼头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再不来就要直接为你收尸了。这帮孙子，看来是真想要你的命啊！死都可行吗？吃了我的药，死不了，但活罪得受啊！什么意思？裴爷，郡主，你死不？没事，等出事了就好。老鬼头，你怎么知道我出事了？你呀，教你的东西从不往心里记，绕到明州，也不知道隐匿行踪，连我都听说了，他们能不知道吗？就算要查，那也是兵贵神速，耽误这么久，不就是给人时间杀你吗？你大老远从西京跑过来，就是为了来骂我的。你呀，该骂。行了，这里交给我，县主就托付给你了。怕他们人多，不好对付。所以才让老头子我来呀。走吧。小疯子，以后活得仔细一点，别再给老头子我添麻烦。答应你。滚蛋！保重。我从一开始就决定，这不能让他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就死了。马儿遭受所有的痛，他必须得受。我没有更换他室内的熏香。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放我下来！认识我吗？是你，你和那个疯女人是一伙的。来人！你跟我合着他干！你这杀人是要偿命的！你敢动我，绝不让你和那个疯女人好过！
本上自全航天的文化你要干什么？你是个疯子，老疯子！你们放在那么多问题，放下什么来人！啊？来人！什么打了？瞎搞什么搞？他对徐公极为虔诚，每日烧香诵经不说，就连衣食起居也严格按照徐公的指点。不过他对我倒是比以往更加体贴，处处照顾，格外期待孩子的降生。夫人，哎呀，你走开！当心我满身的血污冒犯了你。夫人，刚才是我一时情急，口不择言，惹夫人生气了。哎，都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好。夫人，这个徐公，他灵得很，他能够保佑咱们腹中胎儿安乐易养。也能护佑咱们家的生意更上一个台阶。郎君，生意是靠人做出来的，如果拜佛烧香就能够如愿以偿，那所有的人都去拜神仙好了。你一向不耻怪力乱神，怎么会相信这些不入流的东西？哎呀，夫人。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夫人，你只管养好胎，只当家中没有这个金堂便是，啊。这也是因为徐道隐。他为了供养徐公，花费了大量的钱财，我并不在意。我只感动于他对我的关怀，但是一个认为怀有身孕的女人会因为血污冒犯神灵的人，又怎会突然改了性子，对我无微不至呢？这一点，我当时根本没有觉察。那个孩子，这么算来，他带回五木金，应该是在夫人流产后不久。他承认五木金是私生，担心我介怀。我当时觉得，我不能为武家延续香火，心中有愧，便接受了这孩子。那孩子的母亲，我没问，他也不曾说。他将那孩子独自放在别院抚养，还在别院布置了奇怪的阵法。我看那孩子孱弱可怜，他却让我不用担忧。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对劲，就让武烈暗中打探。我发现那孩子并非简单的私生子，而是家主为了自己的恒顺通达，特意让徐道隐找来贫苦女子，为自己生下8字相望的孩子。山庄的生机堂里还有不少怀孕女子。徐道隐借着修仙的名义，私底下却是专为那些商贾富户做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
他们为了让孩子在算好的时间出生，就强行给产妇灌药。大部分产妇本就身体虚弱，根本承受不了这样的药力。但他们为了得到孩子，根本不管母亲的死活。那伍思平罪加一等，竟对自己的发妻下手。夫人那次也是早产。直到伍烈从山庄带回托花间的药渣，我才知道，他之前让我喝下的根本不是安胎药，连自己的发妻和亲生的孩子都不放过。夫人，为何不揭穿他？怎么没有？可是他说，这都是为了家里的生意，是为了让我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。他哭着求我原谅。我本想与他和离，但终归有些旧情。况且，我若是走了，只怕那孩子也活不了多久。所以你偷偷换掉徐公给武木金的汤药，让伍烈破坏别院布局，都是为了保护他。请坐，请。小心。血腥味很重，太史丞不必硬撑，大门一关，我自己来查便可。这里只有你我，怕什么？不可以。香炉是房间的中心点，你面前是坎位，以八卦的方位划分，北坎南离，东正西对。房间如武章人一贯作风，严格按照吉祥生财的方式布置，有门窗，但并无破坏的痕迹。对位有一宽大床榻，两侧各放一盏灯。正位设有一扇窗，可见园中竹林。窗前摆放一张紫檀木书桌，桌上有文房四宝，书本3卷。坎位设吉祥屏风，屏风两侧是斗柜。前位放了一张高几，瓷盘里放着一些金币。此处为房间财位，应是为招财所设。这些均没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去看看尸体。大床上方有一条用红绸悬挂的横木，武章人上半身挂在横木上，双臂下垂，嘴巴张得很大。是否被塞过东西？看不出来，得等县衙派人验尸后才能知道。死因呢？伤在下身，衣服被鲜血浸透，血从床榻流到地上，血迹颜色正常，目测没有中毒，应该是流血过多而亡。还有没有别的伤口？没有。
关节已经开始僵硬，但还能弯曲，县主应该能推断出死亡时间。温县令稍后。如此大案，如何守候？温县令，县主在屋里查。啊，皇子在正厅候着，从没进来啊。哎，从没进来啊。死亡时间应该是后半夜。两只手的手腕处均有擦伤，像是被麻绳捆绑后挣扎所致。太史丞再仔细看看，伤口处的血迹是否干了？且仍未干。辛苦太史丞，可以出去了。难怪没人听到动静。凶手将曼陀罗花混入到了熏香，然后迷倒了府中所有的人。即便是死者再怎么呼救，也无济于事。这人实在是凶残呀！这院子没人打扫？当然有，竹林茂密，经常落叶，很难打扫干净而已。就是那边的侧门。家中发生惨案，不先去看小郎君，反而来看院门。今日一早便已派人查看，小儿一切如常。这侧门有何特殊之处？你们如此惊慌？我家主人看中布局，这门是用来聚气的。主人再三强调，绝不能过人，还特意加了锁，锁上有机关，只有主人能打开。去看看小郎君。小儿体弱不便。母亲，这是福昌县主和太史丞，是家里的客人。我们已经见过县主、太史丞，给母亲请安，请母亲节哀顺变。你昨晚几时睡下的？阿姨让我每晚虚实觉上床睡觉。这么早，能睡着吗？睡不着，单躺在床上，看着墙上烛影晃动，看着看着便也就睡着了。你房中可有熏香？
小郎君，昨晚睡得好吗？风大雨大，电闪雷鸣，我有点害怕，睡得并不好。除了雷雨声，还有什么动静吗？半夜我被雷声吵醒，看到有影子经过，就在那里。人影。天黑看不清模样，有没有看清高矮胖瘦？那人有没有说话？小郎君，你看见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啊？要和小孩子成为朋友。母亲，你好厉害呀！想不想给阿爷报仇？你若是能想起来那人长什么样子，我马上把他抓回来。昨晚上那么黑，怎么会看见人影呢？难道屋子忽然亮了起来？好大的闪电，照得我房中比白日还要亮。那岂不是能看见那人的模样？我本来想去看看那个人是谁的，可是马上又打雷，我害怕，我捂着耳朵数到10，雷声才停下。后来屋子里就黑了，我也没再敢出去。好孩子，去玩吧。能认出来是谁吗？看不出来。整个别院怎么连一个仆人都没看到？这别院幽静，又用了看舆术，郎君不允许随意进出。我平日也是不能来的，只有钟伯，他的八字五行与此地相合，可以自如出入。如今往日也是由他照料。钟伯房中可有熏香？刚才给县主一并看过了，也有那个什么画。你撒谎吧！你没有伤害韩少，是你救了他。是
在道正坊外，靠近村民们的家乡遇到他的。当时，他遍体鳞伤的倒在路边，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。安乔，是你啊！救救我！没想到，他竟然还认得我。安乔，我带你走。来，慢点。来。我仰慕韩香，但对他从来没有过非分之想。我把他带回住处，照顾了3天3夜，他才勉强有了点意识，能跟我说说话。韩笑告诉我，他被胡大骗了。我以为她可以在绣红楼堂堂正正的做一个绣娘，可没想到他们被欺负、被虐待。韩笑逃跑过一次，可还没跑到县衙就被抓了回去，之后就是一顿毒打。后来，一个客人把他虐待得太厉害，他们都以为他活不下去了，准备把他拉出城外卖掉。他这才又找到了机会逃了出来，遇到了我。但他还是没撑过去。是，他没撑过去。我尽力了，我真的尽力了。他当时实在是伤得太重。绣红楼的事，他跟你说过多少？他们是一群混蛋，他们全都应该死，他们根本就不把人当人。像那么好的姑娘，她都死眼，还想着去救其他人。他有跟你提过那些混蛋是谁吗？他说他们搜集过那些混蛋的名单，但他说我不是他们的对手，叫我不要冒险。我只能杀了胡大。我没有，我对不起韩笑。我只是一个低贱的秦小国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听说县主你很厉害，破过很多大案子，可是我见不到你。所以你故意把韩笑的尸体埋进宫墙内。我只是在等一个我根本就不知道在哪里的机会，也不知道要等多久。这老天有眼，韩笑身上竟然看出了花来。
你为了让县主调查绣红楼，不惜以身入局，可你连死都不怕，你为何不直接告诉县主，韩啸因何而死？我不知道，县主是不是真的可以帮韩啸报仇？韩啸跟我说过，那些人有通天的本领，只怕还没报仇，就自身难保了。我不怕死，但绣红楼还有很多女孩子，她们不应该死。只有知道，县主，你真的可以一查到底，把他们全都平安的救出来，我才能说。之前被我泡在桶里的时候，也不敢说。我是想告诉你们的，绣红楼里有一个客人，韩啸曾在淑妃宫的宴请上见过的。那人当晚喝醉了，在御花园对韩啸动手动脚。韩啸不知那人身份，只是在拉车时看到那人手腕内侧有一块很大的疤，是烫伤的。淑妃宫中的宴席，一般只有3品以上的官员和宗亲眷属才有资格参加。我只知道对方官位不低。你们在审我的时候，忽然闯进来一个大官，我怕他，所以就改了口。提神仙没有错，那人在绣红楼里有没有认出韩啸？没有。他根本不认识韩啸，只是韩啸被人用鞭子抽打时，那人曾出钱阻止。为何阻止？因为他说女人身上的伤疤叫人恶心。县主，他绝不是好心，他从来不把那些女孩子当人看，只是打韩啸的人不敢惹他，再没用鞭子抽打过韩啸。陆占林还装死，说没有见过其他客人。那人官位更高，陆占林更不可能招了。县长，大人，我求求你们，一定要把这些混蛋全都抓起来！他们害了那么多人，还害死了韩啸，我求求你们！你中毒了，蝙蝠的毒。宋府，我的死不算什么，但不能让那些人就这么死了。我会全力救你，救得活，你就随我一起把他们抓回来；救不活，我直接送他们去陪你。带回
快点也去好好照顾。是。别灰心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从不安慰人，娄愁已经没救了，你却安慰了他。星辰消失了，顺着轨迹还能找到，可是人死了，就回不来了。还要查吗？当然要查。韩笑、陶之已经被他们害死了，或许还有别的已经死去的女子，连名字都没有留下。如果连我都不查下去，还能有谁为他们讨公道？那我便陪你查下去。卢建莲认定，只要什么都不说，就只会落个侠妓或者强奸的罪名。但韩笑是长期受他虐待而死，一旦沾上人命，他定会交代些什么来保密。我有办法。我也想到了一个法子。谁？是我。这是你手臂上的伤还未结疤，无法指认卢振烈。我娘喜欢调药香，还喜欢用药香熏灸。有些药香色重味浓，熏过之后皮肤会被染色，需要一些时日才能褪去。新长出来的皮肤娇嫩，比原有的皮肤更容易着色。熏伤之后，应该就能看见伤口的轮廓了。那快开始吧。这是什么？刺青的药水。县主又想干什么？按照原来的伤口把皮肤划开，倒上刺青的药水，就能看出伤口的形状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能指认卢振莲了。那你的手臂呢？就打算一辈子带着这个刺青？也没什么不可。你不要跟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道理，我阿爷阿娘都死了，他们不会怪我的。对于县主来说，查案大过天，比你的身体，甚至比命都重要。如此兢兢业业，义无反顾，萧某自愧不如。可若县主受了伤，有新的案子要查，又将如何？我自有分寸。县主的分寸，不过是一向独行，不愿麻烦任何人。这样不好吗？简单直接，能最快得到答案。县主可曾见过刘星？当然。那县主是否知道，流星为何会从空中坠落？星辰若要沿轨道运行，不光是只靠自己，而是被周围的星辰所牵引才能安稳运行。若是没了那份牵引，便会从空中坠落，被烈火燃尽，化为齑粉。县主既找我协助探案，那我便是那颗牵引着你的星辰。不光是我，内思伯、五人、顾思止，还有许多人，都与县主相牵引。县主往后不必再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查案，我作为你的同僚，也会帮你想其他的法子去解决问题。你受伤，是我的失职。多麻烦，
我不怕麻烦，因为心性之间是相互牵引的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件事想问太师长。当年我在宫中落水时，你真的没有在附近看到什么人吗？县主落水时，周遭只有我一人，宫人内侍都居于湖对岸。但我可以确定，我是被人推下水的。若我看见凶手，是绝不会隐瞒。就算落水的不是县主，我也绝对不会让凶手逍遥法外。好像有点烫。不会熟了吧？抱歉。二位，仵作已经验明了，韩笑的死因是在秀火楼长期遭受虐待，他尸体上的伤疤和卢正廉的鞭子完全吻合，是卢正廉害死了韩笑。韩笑？杀韩笑的不是娄绰吗？娄绰遇到韩笑之后，一直在求医问药，没有他的照顾，韩笑活不过3天。今天天没亮，卢正廉就被发配回乡了。谁准的？宫里的意思。哎。怎么如此惊慌？李佩仪查到那个跑掉的工人是被卢正廉打死的了。卢正廉今早已经贬官发配回乡了，还能追出去不成？真追出去了？是。以他的性子，这事儿怕是不好办了。若是给卢正廉供出我们的机会，那就不要给他开口的机会。现在动手，怕是已经来不及了，还会牵连到我们。万一暴露，该你了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下棋？这么沉不住气，那我可要赢了。别急，此局看似山穷水尽，实则仍有转机呀。田园之处看似无路可走，如何破局啊？妙哉呀！啊，3路线已成绝境，可绝境也能逢生。若是短兵相接不可得胜，便可围魏救赵。这不是想出破局的办法来了吗，王爷？
怎么回事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钻了过去，把马惊了。这怎么办？车跟马都废了，今天怕是没法再赶路了。事越急越出乱子。你可不能丢下我呀！2个狱卒都死了，你这可是逃逸啊！不走难道陪你等死吗？王爷为我谋了条生路，岂能让你这个废物给耽误了？如果没事吧？李佩仪，你敢谋害4品官人？还做你的春秋大梦呢？认识吗？我已经承认我是秀皇楼下棋了，是你假扮那里的姑娘逗弄我，这是误伤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记得韩笑吗？到底谁是韩笑啊？我不认识，我也没听过。你不敢死，你处心积虑谋划这么多，就是因为你太想活了。你不光想活，还想风风光光、舒舒服服的活。你如此惜命，却不把别人的命当命。我倒是可以送你一程。别！秀皇楼的事我全知道，饶我一命，我都告诉你，我全说。杀人啊！郡主啊，你这是？你们敢！
三，想干嘛？内四伯，现在是我想干什么吗？县主杀了人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说现在该怎么办？出什么事了？我赶来的时候，马上翻在路边，卢正廉正准备逃跑，他为了保命想要招供，车夫就把他推到了我的肩上，最后又抹了自己的脖子。这说法可信度有几分？别杀我！水红了的事我全知道，饶我一命，我全告诉你，我全说。杀人了！如果有人能为你作证，8分。可是我没有。那边只有1分。带我去大理寺吧。这不行，案子是内卫先发现的，要去也该去内业局。行了，此案重大，上报圣上。内四伯，押嫌犯李佩仪进宫面圣。圣上息怒，龙体为重啊！不是已经结案了吗？他去追卢正廉干什么？说是另外查到了其他的证据，这卢正廉与壁上花案有关。他还想查绣红楼？是。那他怎么可能杀卢正廉？奴婢也觉得奇怪，可是在场的内卫和大理寺10几个人都说亲眼看到了是县主杀的人。看来佩仪是戳到他们痛处了。他们也许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，也怕圣上继续深究。不过如此一来，县主的处境就更加的难了。查，我倒要看看，他们还没冤死朕的一个县主。哎呀，恭喜内四伯！圣上怎么说呀？圣上，这等事无需劳烦圣上啊。啊，内四伯的制式表批下来了，明日即可告老还乡，享清福了。你说什么？
制式表递上去几个月了都没动静，如今县主被陷害入狱，你们就要赶内斯伯走？你们混蛋！这是吏部层层批阅定下来的，也是觉得内斯伯操劳太久，才托奴婢速速送来。奴婢好心跑一遭，怎么平白被你训一通？杜知县管教无方，实在不好意思。真是。给个面子，别和他一般计较。奴婢告退了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些，现在怎么办啊？看来今晚大理寺也不太平了。县主，吃点东西吧。干嘛耷拉着脸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我觉得这次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县主，以往你做再出格的事情，闯再大的祸，圣上顶多就是把你叫过去责骂几句，让你禁足。这次怎么还真的把你送进大牢了呀？可能我这次惹的祸真的太大了。县主，我们不查了好不好？你去跟圣上说，秀红老师的案子可以结了，他们是不是就能放过你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我害怕他们把你送进大牢，让内斯伯至死回乡，还革了顾司职的职。他们杀了那么多人，但我们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。万一他们被逼急了，真的要杀你，我怎么办啊？别怕，他们真的想杀我，肯定不会留你一命的。县主，县主。这案子只能我来查，如今有些眉目，不需多时便能查明真相。若交给旁人，我无法安心。一提起查案，你就是这样子。切记，别伤了自己，别再出人命了。毕竟这件事情闹的动静实在是太大。
圣上千万别将此事告诉淑妃娘子，九娘横死，娘子已受重创，切莫让她再为我担心。待我将凶手绳之以法，我再去探望娘子。县主，算我求你了，你下次千万别不打招呼就做这种事儿。这次多亏太史丞了，不然我就要跟你上坟祭酒了。你放心，我命硬得很。我每天都觉得脖子上的脑袋在打晃，不知道哪天就掉下来了。那就让太史丞给你卜一卦，看看几时寿终，给你个踏实。太史丞比我还害怕你死掉呢，哪有心情卜卦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回太史局，怕什么？我怕不能完成县主的性命之托。我信得过太史丞，我信不过自己。太史丞来内业局，不会就是想来看看我死没死吧？是这个案子的凶手。你也察觉到了。按照周贺兰的说法，崔曼说设局谋害15公主，动手的应该是袭击你我的那个黑衣人。如果黑衣人与崔曼说是同谋，为何会突然对他起了杀意？如果是同谋反目，黑衣人点火后躲在舞台下，之后混入回纥王子队伍出宫，先是偷袭你，再回到内侍省杀死刘德义。若是再去延寿坊杀死崔曼书，时间上根本就来不及。杀死崔曼书的另有其人。但如果有人杀了15公主，而另有一人在为公主报仇，那3位贵女以崔曼书沆瀣一气杀死他们的，就可以是同一人。以你对公主的了解，什么人会为她报仇？如果可以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找到凶手，也是在为公主报仇。崔曼书身上的伤口极深，而且刀口是斜向下刺入，说明凶手比崔曼书要高，力道很大。凶手能找到延寿坊小院，应该很清楚公主与崔曼书之间的恩怨，能如此决绝地为公主报仇，若非终身死士，便是情深意重。县主余毒未清，还是先休息吧。找到凶手，为公主报仇，你说的。县主总是这样以命相搏。在关心我。好不容易把你救回来，我不想是一场徒劳。